注意看，女主播正在森林里奔跑，突然被食人魔挡住了去路。You know what? You don't scare me. So fuck you. Go home. 女人就吓坏了，开始逃跑。幸好一个中年大叔突然出现，帮她成功躲过食人魔的追杀，还非常贴心的帮她处理了伤口。就当女人以为成功获救时，大叔从身后拿出一把暗黑剑斧，藏到人间的险恶。原来他才是隐藏在丛林中的最强王者。这就是重口味恐怖片《致命弯道》系列的第5部。残暴的虐杀镜头绝对让你反胃，将肢解狂魔的1001种死法玩到极致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上好友一起报名观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食人魔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。不知丧彪用了什么办法，居然让3个杀人狂魔变成他的傀儡，严格按照自己的要求做事，一旦犯错就被一顿毒打。电影开始，一群大学生准备到美湖镇参加第10届万圣节舞会，到时候人们会打扮成各种角色，在城市里自由狂欢。就当几人满脸兴奋时，丧彪突然出现，小帅迷反方向导致汽车失控，径直撞向路边的大树。虽然汽车受损严重，但5个大学生却毫发未损地走出了汽车，也因此用光了他们一生的运气。下车后，小帅感到很疑惑，他根本没撞到对方大叔，怎么会躺在马路上？很明显就是在碰瓷。就当几人上前查看时，突然遭到丧彪的袭击。朋友见状，对着丧彪一顿疯狂输出，殊不知树林深处埋伏着可怕的食人魔。就当后羿准备放箭时，准备到美湖镇巡逻的警察正好路过，成功控制住局面，并在小帅车上发现一包违禁品。随后卡特把所有人带回警局调查，让手下在原地保护现场，等待拖车。食人魔见有人落单，变得极为兴奋，果断发出2箭射中警察。男人强忍疼痛，保持打死不开枪的原则，让食人魔任意宰割，最后被对方割掉耳朵，吸光了拇指。镜头一转来到警局这边，果然身临逆境中才能知道朋友的真伪。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，翠花认为一切都是小帅的责任，劝他赶紧向警方自首。小帅看清这些人的鬼脸后没再狡辩，果断向警长坦白从宽。卡特想都没想，立马答应下来，反正今晚也要给那些舞会肇事者预留牢房。离开时，女友金发妹答应小帅，到时候会亲自送晚餐给他。随后卡特从电脑上查到丧彪的犯罪前科，发现他居然是一个潜逃30年的杀人犯。卡特立刻向总部打去电话，对方表示明天一早就会将其带走。没想到丧彪不仅不害怕，还警告卡特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've gotten yourself into, do you? You won't live that long. I highly doubt that. 殊不知食人魔来到了小镇上，因为今晚是万圣节舞会，即使在大街上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。很快他们就用多功能小车摧毁了通讯设备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电力公司，疯狂打开房间里的配电箱。警卫发现后本想上前阻止，结果却被食人魔一拳放倒，掉在变压器上，像特斯拉电圈一样光彩夺目，使整个小镇陷入一片黑暗。这时旅馆内的金发妹准备给小帅送夜宵，原本热闹的大街上只剩下孤独和寂静。金发妹独自走在大街上，突然看到一个戴面具的人，正一脸猥琐地盯着自己。金发妹感觉不妙，撒腿就跑。食人魔发出经典笑声，在后面拼命追，谁知下一秒食人魔竟从前面窜了出来，直接将金发妹开膛破肚。此时警局里的丧彪变得极为兴奋，警告卡特他的孩子很快就会赶到，到时候会将他彻底分尸。醉汉听到丧彪吹牛逼后立马清醒过来，请求卡特赶紧将他放走。出来后大叔害怕卡特有危险，自愿留下来成为他的协警。为发安全起见，卡特赶紧联系在外执勤的警员，结果对方正在和妹子玩车震，将对讲机放到了车顶。此时大壮和翠花准备在卷毛面前现场直播，卷毛感觉自己内心受到侮辱，将匕首扔到地上走出了房间。可当他来到警局后，却发现金发妹根本没来过，卷毛也没多想，认为金发妹可能中途改变主意，已经返回了宾馆。此时大壮和翠花这边已经战斗结束，就当翠花准备洗澡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大壮开门后看着恐怖的食人魔，以为是舞会上的角色扮演，对食人魔一阵口吐芬芳后摔门而去。结果刚躺下，房门再次响起，这次没等他开口就被食人魔勒住脖子当场带走。翠花听到动静后预感不妙，赶紧穿好衣服，取下一根钢管做好战斗准备。很快食人魔就找了过来，翠花趁机从背后偷袭，可他并不知道食人魔根本没有痛感，被对方一把拽住骑在当下，紧急时刻捡起卷毛丢掉的匕首狠狠刺了下去，成功逃过一劫。镜头一转，大壮被食人魔绑住四肢，一人拿起一把大锤敲出动感音乐，最后直接将断腿的大壮扔到警局门口。卡特看到后立马冲出房间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，食人魔当着他的面将大壮碾成肉，被发
发起赤裸裸的挑衅。这时卡特终于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，为了防止食人魔劫狱，回到警局后将小帅放了出来，并给每个人配了一把警枪。为了和总部取得联系，卡特来到隔壁的二手商户，从里面找到一台无线电，很快和一个叫泰迪的年轻人取得联系。卡特希望他给市区的警局打去电话，告诉他们美湖镇有3个可怕的食人魔准备劫狱。泰迪听到美湖镇后，立马笑出了猪叫，知道那里正在举行第10届山地人音乐节，以为是对方搞的恶作剧。就当卡特努力向泰迪解释时，翠花也来到了警局。醉汉听到枪扣动扳机，差点把翠花送走。小帅将对方批评一顿后，把翠花带回了警局。紧接着卡特也返了回来。这时小帅再次想起金发妹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该把女友独自留在外面，如果非要阻止她，除非把她铐起来。卡特被这份真情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卷毛决定陪他一起去。遗憾的是，他们并不知道金发妹早已遇害，而食人魔正躲在暗处注视着一切。经过一番搜寻后，两人很快在街上看到金发妹的尸体。小帅悲痛欲绝，决定将女友带回警局。这时食人魔突然出现在身后，为了报仇，两人立马追了上去，结果却中了食人魔的圈套。当他们再次醒来后，已经被带到了足球场。小帅已经被埋进土里，只露着脑袋。卷毛被铁链拴在一旁的足球门上。就当两人拼命的求救时，食人魔开着除草机走了过来。两人被吓坏了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。可他们叫的越响，食人魔就越兴奋，最后直接将两人绞成了肉泥。卡特等不到两人回来，决定让醉汉把在外执勤的警员叫回来帮忙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食人魔最擅长的就是布置陷阱。醉汉没提议，就直接铁扫死过汽车手。等他再次醒来后，已经被带到隔壁的二手店，向观众展示了一番烤全人的详细过程。首先把醉汉彻底绑住后扔进烤箱，然后将其固定在烤架上，点燃炉火，打开通风口，烧至40分钟左右即可。卡特听到醉汉的惨叫，赶紧冲上去救人，结果刚走到门口，突然发生爆炸，被震出10几米远。警局内桑彪和翠花独处一室，开始展示他的 PUA 大法，只要他打开牢门，就会带食人魔离开，从而解除这场危机。手上的钥匙就是这些人的救命稻草。翠花越听越心动，坚定的信仰逐渐崩塌，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，最后帮丧彪打开了牢笼。可他并不知道，恶魔重返人间必定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。很快，翠花就对他的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被戳瞎双眼后，跌跌撞撞跑出了警局。卡特看到丧彪扣动扳机，又成功将其控制带回了警局。简单给翠花包扎后，决定独自到外面寻找救援。刚走出门口，突然听到汽车传来熟悉的叫声，走上前一看，居然是给自己送夜宵的男友。男人拼命的摇头阻止他开门，可卡特根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。当车门打开的瞬间，男友被开膛破肚。就在他伤心之余，食人魔突然出现，直接将汽车撞飞，然后下车来到卡特面前。卡特果断开枪，结果枪里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，起身和对方肉搏，被对方一拳干倒。镜头一转，卡特被吊在牢笼里，而丧彪却成了这里的主宰，将一把警枪对准卡特的下巴，然后将引线固定到鞋跟上，只要卡特一落脚，就会扣动扳机当场爆头。临走前，在房间内洒满汽油，点燃了警局。卡特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在自己受尽折磨前果断扣动扳机。此时双目失明的翠花跌跌撞撞地走在马路上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，本以为自己遇到了救援，结果上车后再次听到那个恐怖的声音。原来翠花遇害时，丧彪对她进行了精神恐吓，让她彻底感受到人间的险恶。And then my 3 boys are gonna fuck you. And then when we're done, I'm gonna cut your titties off as a souvenir. 在丧彪的带领下，食人魔终于学会从他们身上找到最深处的记忆。